大家好，我是西瓜。在赛季23更新之后呢，西瓜快速配了一下火鸟分身菜刀流派，发现仍然是挺 OP 的。所谓的分身菜刀流派呢，就是使用镜像术召唤分身来模仿秘术师的技能，对敌人来造成伤害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分身也会使用幽光刃来进行伤害。那根据以上的简述呢，本期影片会有以下的内容：第一个说明火鸟分身幽光刃流派的核心配装，再来说明技能的配置，最后说明输出原理以及输出手法。最后一段影片呢，放上以100多万面板伤害的配置之下，打大秘100的状况给大家参考。首先介绍主角不死鸟套装。它的2件特效主要是会点燃敌人，并且有1次复活的机会 ，CD 60秒。接下来4件的特效是可以缩短传送术的时间，并降低受到伤害 80%。这个 80% 呢，就是解决以前不死鸟套装狂死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再搭配高的 CG 就可以无缝使用浩劫传送来晕怪，生存能力非常的高。在6件的特效呢，就是重点啦。首先给你固定5000%的伤害，然后当你使用非引导型的火焰法术击中燃烧的敌人时，就会造成燃烧乘数倍数的燃烧伤害，这是非常 OP 的效果。配合4件的特效呢，就是等于给你50倍的伤害。再来，这个特效没有指定技能，目前很多火焰的技能都可以造成50倍的伤害。这个 build 呢，就是搭菜刀技能幽光刃，并且用分身来进行更多的幽光刃输出。再来呢，护和胸部的部分装备了奥吉德套装，总共3件的特效是可以对精英伤害增加 60%， 同时减少伤害。对专打精英的流派来说呢 ，CP 值非常的高。接下来腰部和脚部搭配了克里森船长套装，主要是减 CD 以及减耗的功能，而且这2个属性撑越高呢，造成的伤害越高，受到的伤害越低，一举多得。再来魔方搭配了皇家华戒，功能是搭配不死鸟5件加奥吉德2件以及船长2件，就有6+3+3件的特效。项链及左边的戒指搭配了无尽行旅套装，可以在移动的时候呢减伤 50%， 静止不动的时候呢则会造成伤害提高 100%。这个同样也是专打精英流派使用的。左边的戒指搭配了元素嘉年华，特效是可以在不同的元素周期内提高伤害 200%。主手的武器呢搭配了绝命，主要的特效是使用引导技能的时候呢，造成所有的伤害提高250%到325%。那这个 build 使用的引导技能是烈光波来触发这个增伤。副手搭配了无尽深渊法珠，主要是可以透过技能巨能轰击来堆叠增伤 40%， 同时再减伤 80%。最后一个装备呢，在魔方中搭配了塔斯克与西欧，特效是使你的宠物攻击速度提高 50%。镜像术的分身就是属于宠物的一种，简单说呢，就是对分身来增伤。特殊宝石的部分呢，装备了伤极之殃、九者之祸以及护卫之石。前面2颗主要的功能都是增伤，而护卫之石呢，对宠物的增伤 CP 值是最高的。另外呢，伤极之殃呢，打尾王也会比较有效率。护魔的部分呢，主要以增加伤害为主，加速的部分基本上武器的 7% 就足够了。另外元素伤害要以火焰伤害为主，最后 CD 和减耗能撑就撑，不要太刻意。主要伤害的技能就是幽光刃，符一定要搭配火焰之刃，是因为只有这个符文是火焰伤害，才能符合套装非引导型火焰法术的条件，进而触发50倍的伤害。再来技能呢，烈光波，并使用符文混沌光合，这个符文非常适合这个流派，因为技能呢会以主角为中心点，射出烈光波，
快速的上燃烧的特效，一下就50层了。技能魔法武器可以增伤，搭配能量折射可以增加护盾。再来很重要的技能镜像术，搭配符文多重影像，可以召唤最多数量的分身来进行更大数量的幽光刃技能的伤害。技能呢，传送术主要用来逃命，搭配符文浩劫传送，当无缝的使用呢，会一直晕怪，大大提升秘术师的生存力。最后一个主动技能巨能轰击，使用符文连锁反应，用来搭配副手无尽深渊法珠来进行堆叠伤害，并同时减伤80%。接下来被动技能的部分，第一个技能呢，使用元素危害，对敌人直接增伤 ，CP 值很高。接下来技能无畏，可以对近身敌人呢增伤30%。这个流派就是标准的近战流派啦，当然要装上这个技能。再来技能意象动荡，可以在死亡的时候呢保命一次 ，CD 60秒。加上火鸟内建的保命，60秒内呢可以死2次的机会，这真的是很难死的一个流派啊。最后一个被动技能选用了残影，直接减伤，再增加大秘的生存力。伤害原理呢，就是由火鸟套装的5000%伤害和50倍的堆叠伤害为基础，并搭配了技能幽光刃为主要的伤害。然后配合镜像术呼叫出分身来使用更多的幽光刃大伤害，再配合秘术师呢专用的增伤装备绝命和无尽深渊法珠来增伤，然后再透过其他的增伤方法呢，比如说特殊宝石、项链、戒指、船长以及奥基德套装，还有技能无畏和元素危害等，来对幽光刃技能以及分身的伤害进行最大化输出。最后呢，在输出手法部分呢，首先开场就使用魔法武器，然后使用传送术开始找精英怪，记得边走边使用传送术、巨能轰击、镜像术，并交叉使用烈光波加幽光刃，总共5个技能。那小怪呢，可以不用理会。当燃烧的怪变多之后，传送术几乎是0 CD， 可以一直使用。再来找到精英怪群的时候，同样是使用以上5个技能。其实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无脑同时按5个技能就是啦。这个真的是最无脑的流派了。了解伤害的原理和输出手法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打大秘100的状况。